大家好，我是小燕。最近路边的小摊开始卖煎不辣了，在家也时常闻到邻居在做煎不辣 goreng。这期我们有很重口味的煎不辣蛋糕。先从冰箱取出黄油，将140克的黄油切小块后，放在室温里软化。也可以提前1天从冷冻库转去冷藏库，这样能缩短软化的时间。接着来处理煎不辣，它和榴莲一样是吃多了容易上火的温性水果，但偏偏它们的生产季却是马来西亚天气最炎热的月份。其实大自然里蕴藏的大智慧，只要适量的吃当季蔬果，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顺应转季的气候。去掉种子，然后将果肉撕成小块。先将150克的煎不辣果肉盖起来备用。这时候黄油应该也软化的差不多了，像这样用筷子轻戳得进去的状态就刚刚好。先将黄油按压均匀，因为里面可能还有一些结冰部分。然后加入100克的细砂糖和半茶匙的盐，增添风味。先稍微混合好，不然搅拌器一开，糖会飞溅出来。用中速将黄油打至1杯大。要不时用刮刀将周围的黄油刮到中间，这样才能均匀的打发。打发到位的黄油会呈现羽毛状，而且会看起来很蓬松，颜色也会变白。接着将2粒室温的 A 级鸡蛋分次加入，一次最多只能加入1粒鸡蛋。用低速打至蛋液和黄油霜完全乳化后，才能加入另1粒，不然黄油霜会很容易消泡，以及会出现油水分离的状态。每1粒蛋大约打40到50秒就能乳化了。乳化得好的黄油霜质地是很顺滑的。这个时候可以先预热烤箱摄氏170度，将120克低筋面粉分3到4次过筛进去。用翻拌的方式混合到没有干粉，然后加入2/3的煎不辣果肉，翻拌均匀后就可以装模了。这是8寸的椭圆形不粘模，如果用铝模的话，就要涂油或放烤纸。将剩下的果肉铺在上面，送进预热好的烤箱，
用摄氏170度上下火烤60到70分钟，请依你烤箱的脾气调整温度和时间。烤好后可以用筷子戳一下，如果没有沾黏就表示烤熟了。先放20分钟，等模具不烫手后会比较好脱模。如果你能忍耐的话，等蛋糕放凉后用保鲜膜包起来，隔天回油后的味道会更棒。如果已经食指大动了，也可以先切几片来吃，其余的就包起来隔天才吃。刚烤好的蛋糕吃起来外酥内软，香甜的煎布辣搭上浓郁的黄油味，还有那烤到微焦的外皮果肉，再配上一杯黑咖啡，真的是很满足的一个下午茶。虽然这款蛋糕看起来很容易制作，但还是有一些小细节需要注意的。第一，黄油。这款蛋糕的蓬松及柔软度是建立在黄油的物理性发泡。由于没用泡打粉，所以黄油打得好不好是个关键步骤。太硬的黄油空气打不进，太软的又抓不住空气，所以中度软化的黄油是最理想的。第二，油水分离。用冷鸡蛋或一次性加入所有鸡蛋，都有可能导致油水分离的问题。不过我也试过将蛋液打散后，一勺一勺慢慢的加，但加到大约第7勺后，也开始出现豆腐渣的状态。最后才发现黄油和蛋液要容易乳化是有一个安全比例的，蛋液一旦超过了比例，就很容易出现油水分离状态。经过几次的调整，这已经是个安全比例的食谱了。如果打过头，出现轻微的油水分离状态，可以马上加低筋面粉进去翻拌。烤好的蛋糕蓬松度虽然没那么好，但还是可以接受的。如果真的很不幸达到严重油水分离，可以隔着热水将黄油和蛋液打至乳化。不过黄油的气泡会消散很多，在这个情况下只能加泡打粉来补救，不然烤好的蛋糕是硬心的。好啦，这期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喜欢的话请点个赞、订阅和分享哦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